本期来到位于后壁的美琪兰园，除了具有专业设备及栽培技术外，蝴蝶兰花色更是一应俱全。从红花、粉花线条到密集恐惧症的斑点，还有美琪最具特色的各种变异花，让蝴蝶兰更有看头，也更丰富有趣。蝴蝶兰的观赏价值高，可以赏花也可以赏叶，价格亲民，而且非常好种。新手入门也不用担心变成植物杀手。蝴蝶兰最常见的是用水草种植，它同时具有保水度及通气性的优点。市面上的水草大多是从智利或是大陆进口的，品质不一。如果使用零碎且杂质比较多的水草种植，根系比较容易腐烂。所以建议大家在挑选水草的时候，可以选择水草厚实、单丝比较长，而且杂质比较少的。大部分的蝴蝶兰都可以使用水草种植，但有的原生种，例如落笔蝴蝶，对通气性比较敏感，就建议改用树皮来种植。树皮为颗粒状，且它的间隙比较大，所以通气性特别好，但相对的保水度就比较差，需要经常浇水。如果根系厚实饱满，末端呈翠绿色，有白毛，都是健康根系的表现。当根系出现盘根、突出的状况，或是根系干枯、腐烂，就要尽快帮植株整理换盆，以免越来越严重。如果状况轻微，可在夏秋季花谢之后再安排换盆。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手套、打火机或酒精、剪刀、植株、盆器、新水草。换盆前一天，可先将水草泡水约30分钟后拧干备用，千万不要泡水后马上换盆，害是容易导致烂根。换盆前，剪刀可以先用火烤或喷洒酒精方式消毒。植株脱盆检查根系，将黑掉或干扁的根修剪掉。包覆新水草，需将上层根系都包覆进去，再塞入盆器中，并将水草压实。刚换完盆的植株根系难免有受伤，较脆弱，且新旧水草都还有湿度，不用马上浇水，容易导致烂根。等水草都干燥后再浇水，并且浇至湿透即可。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手套、打火机或酒精、剪刀、植株、盆器、树皮。换盆前，剪刀可以先用火烤或喷洒酒精方式消毒。将植株脱盆并去除外部旧水草。将黑掉或干扁的根修剪掉。根系底部需保留一点旧水草。将植株放入盆器中央，倒入树皮至8分满。将开根杀菌稀释于水中喷洒，以冲去树皮上的粉质。且因树皮的间隙比较大，浇水需浇至湿透。树皮保水性较差，后续种植需多加注意介质湿度。换盆后建议先放在阴凉通风处休养1周后，再放到明亮通风处。蝴蝶兰喜欢明亮的散射光，不适合阳光直射的环境，容易造成叶面晒伤。如果叶面出现褐色斑点或焦黑的状况，就代表光照太强，可用黑网遮蔽阳光或移到光照较弱的地方。尤其是原生种蝴蝶兰，例如象耳、羞花、苏门答腊等，需要特别注意光线的强度。蝴蝶兰浇水应依照季节及环境调整，以全干全湿为原则，可用手指触摸介质干燥后再浇水，并浇至湿透。如果盆器是透明的，可以观察根系颜色判断干湿度。如果根部呈现翠绿色，表示湿度高；
如果颜色较白，表示湿度低。浇完水后要放在通风的地方，以免环境太闷热导致烂根腐败。蝴蝶兰施肥可选用氮磷钾，比例为20-20-20的平均水溶性肥料，2公升的水加入1公克的肥料即可。液态肥约2周到1个月施用一次。固态肥如好康多或福宝棒为长效肥，约1季施用1次即可。需特别注意避免在梅雨季时施肥，植株容易因肥料旺盛而死亡。要知道蝴蝶兰是否照顾得宜，环境是否适当，可从蝴蝶兰的根茎叶来判断。若叶片下垂无力，表示植株可能缺水，需赶紧帮它补水。若叶片出现褐色斑点、发黄、焦黑，表示光照太强，可以使用黑网遮阳或换个位置。若出现黄叶但只有老叶黄化，属于自然老化代谢。如果黄化快速，可能是过度浇水、过量施肥、病虫害等，可观察根系状况判断处理方式。若茎部出现黑头，可能是过度浇水或泼溅到雨水导致病害，可调整浇水频率。若根系腐烂、黑掉、干瘪，应照上述步骤换盆。本期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的蝴蝶兰都可以长得又美又健康。我们下期见。